欢迎来到 Autolab， 我是卡路里。蓝天白云，沙滩草坪啊，没错，此刻我就是在美丽的三亚，这里太适合度假了。那来这里呢，最适合开2种车啊。要我说呢，一种就是我之前来试驾这种敞篷小跑车啊，2个人的生活浪漫且优雅，还可以享受阳光。那另一种呢，就是一家老小来这里度假，过一个暖冬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台非常能装的车了，例如一台 MTV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小鹏 X9 超级增程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台小鹏 X9 的超级增程版本啊，它和纯电版有哪些区别呢？首先从外观上来看啊，它们的区别并不是很大，依然采用了新建美学的设计。不过这一次呢，超级增程的版本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车漆颜色，叫做极光青啊。这个颜色呢，其实非常特别，因为它在暗光情况下看呢，它会更偏深色系一点的感觉，但现在这种强光下啊，它就更像是这种泛银泛青的感觉啊，所以看上去特别有质感。得益于它用了这个巴斯夫的劳斯莱斯和宾利同款的清漆啊，所以看上去也的确非常的亮啊。不过我觉得喜欢年轻运动感的同学呢，还是可以选择这一台这个磨砂的漆面啊，看起来更加的运动一些。那以及呢，虽然说这一次随着增程器的加入啊，但是你会发觉 X9 的车头并没有产生太大的这种几何型的改变啊，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下方增加了一个 AGS 的可变格栅。那这个格栅呢，其实看上去让它更多了一点这个增程车或者混动车的感觉啊，相比之前纯电版的这种蜂巢型的中网，它会更加的这个功能性啊和样式性都会更加的好看一些。那并且呢，在它侧面有一大块的这个饰板以及后方的这个涵道，那这个设计呢，让我想起了民航客机上面的这个定风翼啊，就是侧面的小翼。那个小翼呢，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生，而且是真的可以降低民航客机的油耗。而这一块饰板呢，也不仅仅是装饰的功能。后面的涵道加上 AGS 可变格栅，让整个车头的风阻系数都有所降低，让它续航也增加了20到30公里左右。那其实从车身侧面来看呢，你更难分辨小鹏 X9 的这个纯电版本以及超级增程的版本了，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啊，依然还是 OneBox 的这个空间设计理念啊。前面后面呢都有一个非常大倾斜的挡风玻璃啊。那如果你想去找一找它们的不同呢，那我建议你从左边的车身看啊。你在左边呢还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油箱盖，而且上面标注的可以加92号汽油，也就是说这台车吃粗粮就可以干活了。那如果说超级增程版的小鹏 X9，你觉得外观上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，那内饰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更像是4层相识，但是又有很多的新鲜感，就好像你认识很久的朋友突然开始更加精致的打扮自己了。那这一次呢，除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灰色以及咖色内饰以外呢，新增了一个云间玫棕的一个配色啊。这个玫棕呢，其实顾名思义啊，就是玫红色加上棕色的感觉，实际的肉眼效果有一点点泛紫的感觉。那除了新的内饰配色以外呢，这一次的仪表台啊，前 IP 都是经过了重新的设计，比如说在左上方呢，左右都有，它有着这样一个悬浮式的音响扬声器。那这个悬浮式的音响扬声器呢，我觉得就非常有科幻感，非常贴合这个小鹏 X9 这个新建美学的造型的设计理念，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悬浮 UFO。那并且它的这个氛围灯呢也是贯穿其中，整个路径非常的长。那在后方呢还有一个 X 棚的这样一个装饰啊，是一个点睛之笔。那在后方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它还有着一个非常巨大的音响的这样一个扬声器的金属装饰罩。那这个金属装饰罩呢，是一个放射型的这种涟漪的感觉啊，有一种水滴放射。而且其实在这之前呢，我开过很多的车型都有金属的这个扬声器的装饰罩，但是啊，看上去是非常美好高级但是用上去呢，那实际上就有一定的危险系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很多的车型没有做这种切削面的这种光滑的处理啊，摸上去就好像是家里用的那个刨丝器一样啊。其实像我们成年人还好啊，需要注意一点点的时候呢，你也会刻意的避免一下。但是对于
一台家用 MPV， 例如小鹏 X9这样的车型来说呢，家里的小朋友的肌肤是非常嫩的，只要他们摸上去，那手里必定会受一点点伤害啊。所以小鹏这一次呢，特意针对这一块做了一些细节处理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。那在下方呢，还有一块的全车长达4.2米的这个针木装饰，那这个针木装饰的面积呢非常长啊，4.2米环绕了整个车厢，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都可以照顾到。那并且在质感的提升上呢，你看上去它好像是这种丝绸丝带的感觉啊，整个木材非常的高级。在浅色的内饰里面，它是这种白色的这种实木，而在深色的内饰里面，它就是一种棕色的实木的感觉。那这个实木呢，整个的选材呢是选自于非洲雨林，然后是经过了这个欧洲大陆的认证，然后最后装在咱们中国品牌车内。那对于驾驶位来说啊，其实你感觉最明显的变化不是侧面，反而是你面前这个方向盘。那方向盘呢也是经过了全新的一个造型设计。那这一次呢讲究的是一个对称美学，因为看过之前小鹏 X9 车型的这些朋友们肯定知道啊，之前 X9 的这个气囊盖的 logo 呢是一个在左上角的一个设计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小鹏把它居中对称了。那首先从咱们中国人的美学来说呢，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之前设计可能更偏欧式一点点，像是欧洲大牌的钱包啊，或者包包上的那一个小小的 logo， 虽然不起眼，但是呢是一个点睛之笔。而这一次呢，更加偏向咱们中国的对称美学，那不仅仅是 logo， 整个方向盘的设计也是如此。那以及呢，这一次对于一些强迫症患者来说，那属实是要好评的。那下方呢还有2个比较特别的快捷键啊，那左侧呢是它的智驾的激活，那除了常规的挡把双击以外呢，还可以按这个按键就可以进行智驾激活。那在右边呢，则是一个驾驶模式的切换，而且右边呢其实是内置了2种功能啊。长按的话呢，它还可以进入这个一键进退 Sport 模式，也就是说，除了你可以进行油电切换以外呢，你可以把它放在一键 Sport 模式。对于一台 MPV 车型来说啊，后排当然也是重中之重了。那除了更加豪华的后排门板以及音响装饰罩以外呢，这一次后排呢依然是保留了这个零重力座椅，而且是带过道的版本。那并且呢，这个零重力座椅呢，其实现在的躺平角度已经可以到达180度了。而且在一些细节上啊，这一次除了这个通风加热以及按摩以外呢，它的加热甚至给你细节到了腿托都给你加热上了。那提到细节呢，不得不说啊，上方这个现在21.4英寸这个后排的娱乐屏呢，也是增加了防夹，所以小朋友在后排的活动会更加的安心一些。那其实相比豪华舒适的第2排啊，我更愿意来给你说到这个堪称叫做工程奇迹的小鹏 X9 超级增程版的第3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很难想象啊，一台塞进了这个超级增程系统，有着增程器的排气，以及有着后轴电机，还有着空气悬架的这样一台小鹏 X9， 依然给你保留了后轮转向以及魔术的翻折座椅啊，这个空间利用率真的是绝了。那这个车呢，甚至没有给你做到任何的减配，反而给你增配了。那增配了什么呢？就是它的魔术的翻折座椅现在变成了4/6翻折，它的使用场景真的更多了。那例如，当你第3排只坐1个人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把这边的6的比例翻折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在这边放2台自行车。那当你第3排只坐想坐2个人，但是又带着宠物出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边上的这个4的部分翻折，那右边呢可以坐着小狗狗，它不用再躺在后备箱里面可怜巴巴的。那甚至于说，当你全家满载出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座椅全部翻折起来，然后这样用来放行李或者满载坐人都是 OK 的，这个场景相当的自由。那超级增程的小鹏 X9 车尾的变化呢，相比纯电版也是微乎其微。那最明显的呢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 Power X 这个超级增程的标识了。那再往下看呢，其实后保险杠的部分也有所调整。那下方呢，之前的保险杠大面积的熏黑是和雾灯的反光板连接到一起的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把整个视觉效果有所降低，大面积的熏黑饰板放在下面。那并且车尾呢，现在是有了智驾小蓝灯的身影了。以上就是这台小鹏 X9 超级增程版的全部升级了。那这台车呢，其实内外的变化都不小啊。那其实看似变化不大，但提升都在细节里。那并且呢，在工程上，我觉得它做了很多的不妥协啊，所以保留了它很多之前的精髓，无论是后轮转向还是魔术空间，这些都是工程上的进步。那并且这台车我最好奇的就是它的动态行驶感受了，所以下一期视频带你们看它开起来怎么样。